各位观众朋友，昨天的华南看期真像是末日现场。香港5星级酒店大堂玻璃轰的炸裂，海水倒灌进去，人群尖叫逃命。一对母子在维港边看海景，瞬间被巨浪卷走。广州、深圳全程停摆，地铁史上第一次全网停运，连港珠澳大桥都被封死。可就在这样的飓风天，深圳华为还强逼员工照常上班。广州的高中还逼学生返校，被骂草菅人命。更离谱的是，广东水利部门一次性泄洪4亿立方米，下游的村庄直接被淹，超市里更是人潮疯抢，方便面、蔬菜、瓶装水一夜被扫光，场面宛如疫情封城重演。这一切都发生在2025年最强台风华加莎登陆的48小时内，天灾还没有过去，人祸却已经把社会推到了临界点。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9月24号凌晨，今年最强台风华加莎先后影响了台湾和香港。当天傍晚，在广东台山至湛江沿海一带登陆，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对城乡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根据中共中央气象台24号预报，台风登陆广东时风力已经减到13级。不过，这种说法和广东气象台的预报矛盾。广东当地气象台说，阳江地区基本站24号16点25分记录到风速达到54.5每秒，风力16级。广东天气微博视频号也报道说，台风华加莎狂袭阳江，16级强风暴雨如注。珠海香洲区一处监测站还监测到了17级强阵风，江门、台山、川岛镇更测得每秒67米的极端阵风超过17级，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风速。微博网友华南气象爱好者 Tim 发帖说，目前阳江全市阵风14到15级，局部地区16到17级，同时登陆地点实测950 HPA， 可以看出实测跟中共中央气象台给出的登陆强度13级不太符合。紧邻风眼的珠海饱受蹂躏，华加莎从珠江口南侧掠过时，珠海市区阵风达到了飓风等级。有居民形容风声如同火车呼啸而过，门窗持续震颤，发出哀鸣。沿岸巨浪拍打防堤坡，珠江著名的情侣路海滨长廊被淹没，海水倒灌，内涝严重，城区道路被淹，水深高达1米，大量的商铺、住宅被淹，有地下车库进水，车辆全部泡在水中，损失惨重，还有很多人被困，亟待救援。此外，广东惠州、中山神湾区、深圳多地区都出现了海水倒灌、道路被淹的情况，惠东港码头被淹。如此惊人的风力，让高空建筑物外墙空调机被硬生生地扯离，街道两旁树木连根拔起，倒塌的树木超过437棵，多处高空玻璃碎裂坠落。风眼所过之处，狂风怒号。阳江沿海渔村首当其冲，多栋老旧瓦房的屋顶被掀翻，电线杆折断，道路中断，电力设施也遭受到了冲击。部分城镇短暂停电，交通方面，上千架次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珠港澳大桥被迫全线封闭。9月24号全天，广惠、广肇、广晴、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停运，广州地铁也史无前例的全网停运。虽然广东官方没有披露珠海、阳江等地的财产损失统计，但是从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出，沿海大量的鱼排养殖场被毁，农田庄稼被涝水覆盖，部分偏远乡镇通讯中断，当地基建和民生经济的损耗极为惨重。所幸当地10多万居民提前转移，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台风来临前，广东省已经提前撤离超过200万人，
沿海超过8万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近12300名近海石油平台和养殖工人被紧急转移上岸。全省21个城市同步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到23号晚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16个城市全面停摆，汕头等地则因地制宜分区停班。不过，华为这次又遥遥领先了。华为是真离谱啊！深圳全市5停，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华为的班车走低速也要拉牛马去公司上班，这真是给我看麻了。就要不是我朋友在华为上班跟我吐槽，我都不敢信。就这是一家对外营销以人为本的公司。他说今天整个深圳路上，除了华为自驾的上班的车子以外，就是华为的班车了。整个深圳连滴滴都不运营了，想打车去公司都打不到。然后我刚刚刷小红书，还刷到有自称华为的员工早上去打的货拉拉上的班。而与此同时，在抖音还有一大帮的博主在营销华为的发布会，改为了线上发布会，就华为帮他们抢票逃离深圳，然后去营销安全是最大的豪华等等等等。不是哥们，员工的安全就不是安全了，员工就不是人了啊！一面是帮客户 KOL 去逃离深圳，逃离台风点，搞出了个什么华为侧桥的这个营销点来；另一方面是政府都下令停工，你不停工，然后你让员工打呼啦啦去上班，这事情也太魔幻了吧！我操！并非国家处处偏爱华为，也不是华为能量强到可怕，而是华为的使命担当需要。第一，华为这台机器不能按下暂停键；第二，台风天气更需要华为员工出到现场，保证你们的通信畅通。说真的，看到这个视频，我真的是绷不住了。首先，我个人并不讨厌华为，我自己用的也是华为的手机。但是我觉得华为有些粉丝发言真的是跟没有脑子一样。你说华为有使命担当，不能按下暂停键，这我可以接受并理解。但是你说台风天气更是需要让华为员工冲到现场继续上班，这我就有点纳闷了。华为员工就不是人是吗？人家打份工而已，一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你？全市都发布5停了，就已经说明这台风有多恶劣了，还让人跑去上班，就不能居家办公吗？牛马也不能这么整吧。在深圳市应急局已经发布了下午停工的消息后，深圳华为一直没有宣布停工。公司副总裁还阴阳怪气地说，公司健身房没人，暗示没人加班。到了24号早上，全市停工状态，华为仍然没有发布停工通知，默认正常上班。当天，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大量举报台风天深圳华为强行接员工上班的贴文和视频，网友指责华为草菅人命。除了华为，广州直信中学高3年级也没有停课，遭到学生集体喊楼抗议。还有的学校在红色暴雨预警的情况下，要求高3学生在1个半小时内返校，并且有老师在微信群威胁学生不要乱发小红书，避免帖子火了，承担不必要的代价。在校园之外，更大的疑问正在酝酿。面对台风带来的汹涌雨量，广东省一次性释放了整整4亿立方米的水，这究竟是防灾，还是另一场人为的洪灾的开始？台风快来了，三洲田水库开始泄洪，马伦山脚下的河道异常的高涨，看看这流量。9月24日下午3点35分，衡阳之江朱家站水闸开闸门放水了。在台风华加沙登陆前夕，广东省水利部门启动了大规模水库调度。根据官方数据，仅9月23号当天，全省232座中大型水库提前腾空，预防性的泄洪呢，合计大约是4亿立方公尺。当局强调，这是为了腾出库容，迎战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避免水库溃坝的风险。但是，网络舆论和部分媒体报道指出，这么庞大的泄洪量不可能毫无代价。有广东江门、阳江一带的居民在社交媒体平台抱怨，台风未至，雨量尚未达到顶峰时，河流水位就已经是迅速上涨，低洼农田和鱼塘被淹。更有村民在网上留言，怀疑这正是由于上游水库提前泄洪所导致。
这种质疑并非是空穴来风。去年广东梅州平远县水库无预警泄洪，就导致下游村庄3小时内水位暴涨2米，居民猝不及防被洪水围困的惨剧。按照常理来推估，华家沙前4亿立方的泄洪量所造成的灾害，要远远的大于平远县的一个水库的泄洪量。不过呢，中共官媒在报道时对泄洪所导致的下游损失只字未提。华家沙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广东，向外延伸，香港、澳门、台湾，甚至是菲律宾，都在这场风暴之下挣扎。其中，香港多处沿岸被海水倒灌，著名的弗利敦海洋公园酒店大堂骤然涌入海水，玻璃门被巨浪撞得粉碎，大片的海水是倾泻而入。有一艘大型施工驳船被吹上岸搁浅，交通信号灯、招牌、广告牌散落一地。香港一对母子因为到海边观浪，不幸被卷走，所幸及时获救，但身受重伤，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抢救。香港发出最高级别的10号风球，都停摆，超过90人受伤。政府开设了50个临时庇护中心，收容了近900名避险居民。澳门则启动了最高红色风暴潮预警，一度全城停工停课，低洼地区同样遍地汪洋，部分街区积水一度升及胸口，汽车漂浮，宛如水上孤岛。有目击者拍下离岛常州东湾沙滩整片被巨浪吞没的骇人景象，巨浪扑向了沿岸建筑，仿佛末日般的画面在社交媒体疯传。澳门并没有发布重大的伤亡报告，因为严重的水浸关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当局紧急抢修防洪设施。而菲律宾作为华家沙首个登陆的地区，登陆时风力高达265公里每小时，掀起了超过3米的风暴潮。卡加延省有一艘避风渔船遭到了巨浪掀翻，导致9名渔民罹难。北部多处村庄房屋受损，农作物绝收。首都马尼拉一度预防性关闭了学校和政府办公室。截至目前，受灾最为严重的是台湾花莲。9月23号下午，受台风华家沙外围环流的猛烈豪雨的影响，花莲光复乡上游的马太安西堰塞湖溃堤溢流，1吨级的湖水携带着泥石，以山洪之势倾泻而下，顷刻间吞没了下游村镇。洪水所到之处，房屋淹没，桥梁断裂，街道变成泥流河道。灾后现场如同灰褐色的泥海，汽车和家财被埋。这场猝不及防的山洪巨灾已经造成至少17人罹难，32人受伤。目前仍有17人失联，救难人员彻夜搜救，在断垣残壁间寻找生命迹象。有一段让人动容的画面显示，消防队员用水桶当作临时小船，救出了一名被困屋顶的婴儿。超强台风华家沙来临之前，广东除了宣布进入防风紧急状态之外，还呼吁市民要提前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食品、药品和应急物资，来防止台风期间的断水断电。官方警告，华家沙可能会成为继2018年山竹后影响深圳最强的风暴。通报引发了市民恐慌，纷纷涌向超市囤积生活必需品。我们要不要这么夸张？一点菜都没有了。从9月22号晚间到23号白天，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大小超市和街市涌入了大批采购人潮。民众抢购重点集中在粮食和日用品，包括瓶装水、速食食品、罐头、面包以及手电筒、电池等防灾用品。很多超市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方便面货架上的商品是瞬间被扫空。在深圳，有市民推着手推车疯狂采买蔬菜、饮用品和方便面，货架上的绿叶菜几乎被一扫而空，新鲜肉类所剩无几。珠海情况类似，有网友分享照片称，珠海超市的菜都被秒杀，现场所见蔬菜货架一片空荡，
方便面也只剩下少数冷门口味，连肉品和海鲜区都几乎被搬空。由于抢购过于踊跃，有市民戏称逛超市宛如是拍灾难片，也有人感叹跑了好几家店仍然买不到面包和菜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抢购狂潮。种种夸张的场面仿佛是疫情封城场景再现，显示出民众对这场台风灾害的高度戒备。人们的恐慌其实源自于对台风本身的畏惧。华加莎并不是普通台风，而是被气象学者称之为怪物级的超级台风。它的肆虐并非偶然，气象记录显示，华加莎在9月18号在西太平洋洋面生成，初期呢只是热带低压。但是受到了30度高海温和微弱风切变助长，它的强度呢在短短的数日内飙升。9月20号到21号期间，华加莎越过了菲律宾吕宋岛北端，并且进入了巴士海峡。期间，中心密集云团迅速发展，结构相对稳固。9月22号，迅速增强为5级的超强台风。日本气象厅评估，它的10分钟的平均风速达到了205公里。美军联合台风预警中心的计时分析更显示，它有1分钟平均持续风速超过26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17级以上。这就让华加莎成为2025年全球最强风暴。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眼圆而清晰，周围是云墙高耸，覆盖范围广达数百公里。华加莎以西北偏西路径高速前进，在南海北部保持超强台风强度，持续超过72小时之久，势力惊人。路径上呢，它先是重创了菲律宾的北部，随后贴近台湾东海海域掠过，最终指向了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华加莎的强度和规模被指和2018年的超强台风山竹相近。山竹当年袭击了广东和香港，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华加莎无论是在巅峰还是影响范围都不逊色。有专家甚至警告，华加莎可能带来了经济损失，将会超过2017年台风天鸽和2018年的台风山竹。天鸽曾经重创珠海和澳门，夺走至少16条人命，而山竹袭港时全程停顿，损失以百亿计。整体而言，华加莎的综合威力已经跻身近年顶尖级别的台风之列。气候学者指出，随着气候变迁，未来像华加莎这样的超级台风恐怕会频繁地侵袭华南。今年夏季，香港等地已经出现破纪录的极端暴雨，而华加莎只是未来气候的预演。这里是大吃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